家好，欢迎来到巧儿造咖，我是巧儿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台湾烘焙界的骄傲，就是我们红遍全世界的台湾古早味蛋糕。那我把它做成巧克力口味，而且呢要做成爆浆的版本。这个做法呢是我这一阵子花了大概40-50颗蛋，终于实验出这个爆浆的做法，非常的开心。那古早味蛋糕呢，它的美感蛮多的。我今天这个影片呢会跟你分享如何做出不回缩、不凹陷，然后巧克力味浓郁的古早味蛋糕。那加上这个爆浆这个元素啊，这个甜点吃起来就介于蛋糕跟那个布朗尼蛋糕有点狗狗的口感，这两者之间非常的好吃，好吃到呢我其实都有点想做来卖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欢迎来到本集的怪奇事件展。古早味巧克力夹心蛋糕这个食谱，我整个误判情势。原本我以为大魔王是在古早味蛋糕本身，结果蛋糕体意外顺利成功。反而最大的挑战呢是巧克力夹心，如何让巧克力夹心尽量保持在中间，不要全部沉底。巧克力夹心呢是巧克力跟鲜奶油为主的甘纳许，我试过很多方式，用挤的沉底，用不同花嘴，圆的扁的都沉底，试了原本巧克力跟鲜奶油1:1的配方沉底，也试过加入巧克力豆豆，通通没用，全部呢跟大石头一样石沉蛋糕的底部深渊。所以这边呢给大家看到就是各种沉底的巧克力夹心蛋糕。然后现在这边看到呢就是蛋糕表面有气泡，不是很光滑，这是因为搅拌的时候面糊过度浇泡导致的。成功的古早味蛋糕烤完呢会呈现半圆弧，待会大家会看到崩崩亮亮的，非常可爱。接下来呢，看到这几个蛋糕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好如何脱模。我那时候呢想说我要用翻转的方式来脱模，结果很容易造成各式各样的伤害，像是你可以看到蛋糕表面啊有我的五指印，或者是脱模的时候不小心压到它，然后蛋糕就变得有点倾斜。那最惨的就是现在看到这个，它烤完的时候原本超美的崩崩亮亮的，结果我脱模的时候烘焙纸啊没有立刻拿起来，蛋糕呢表面就整个皮被粘住了，然后脱皮脱得很惨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集非常精彩的怪奇事件展。我的翻车是为了把下次的成功让给你，这些冤枉路呢我自己走过就好了。先来做本次蛋糕的亮点，巧克力夹心层。今天用到的模具是8寸的方形模，所以准备一张烘焙纸，折出略小于模具的正方形。那巧克力夹心的成分呢是巧克力、鲜奶油、一点奶油跟咖啡粉。巧克力比例跟鲜奶油是2:1，待会呢才好脱模。加入一点奶油，即溶咖啡粉可以带出巧克力的更多风味。巧克力怕高温，所以透过隔水加热的方式让它整体融化。那这时候呢，就可以把鲜奶油稍微微波加热，倒入温温的鲜奶油，然后整体呢让它搅拌均匀。倒入我们刚开始折好的模具中，稍微抹平，厚度不要太厚。这次的实验过程中啊，我发现做成一整片的巧克力夹心，它的表面张力比较大，比较不容易下沉。
看我各种方式都试过，最后连表面张力这招都用上了。然后放进冷冻库，至少冰半小时。8寸的正方形蛋糕呢，会用到9颗蛋，难得做甜点用到这么多颗蛋，而且会考验你我的分蛋能力哦。因为9颗蛋白跟蛋黄都要完美的分开，小心蛋黄不要打破。分蛋的小秘诀就是趁蛋冰冰的时候比较好分。那这个蛋糕呢，准备动作非常重要，哪一次不重要？跟你说一个小秘密，蛋糕的成败啊，跟你的烘焙技巧影响不大，跟有没有做好准备比较有关系。因为我们的蛋糕体很厚，非常松软，所以脱模的时候呢，要有额外的准备，才能保持蛋糕皮的完美。在底部加了长度至少是模具3倍宽的烘焙纸。模具呢4边再加入高纸板，因为这个蛋糕最后烤出来的高度呢会超过原本模具的高度，如果不另外垫纸板的话，蛋糕烤完冷却之后侧面呢会变凹，会有点变得像蘑菇头的感觉。加了纸板之后才会直挺挺的，里面呢再垫一层烘焙纸。该冰的都冰了，模具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始做巧克力蛋糕面糊吧 ，Go！把植物油加热到85度左右，或是你看到油纹出现。筛入可可粉，加热可可粉会让可可的风味分子发挥出来，是这款巧克力蛋糕味道突出的关键做法之一。那可可粉的品质呢也会有影响，要选纯的可可粉，它的油脂含量高。如果是阿华田那种泡来喝的热可可粉，因为里面已经有糖啊、奶粉，那个就不太适合。接着塞入面粉跟一点点盐。把巧克力面糊放入容积比较大的盆里面，待会呢比较好搅拌。牛奶微波加热30秒，倒入巧克力锅中。加完牛奶，这时候面糊的状态呢会开始变得有点花花的，然后很分离的感觉。莫着急，莫担心。最后加入蛋黄，蛋黄呢是一个很神奇的食材，因为它呢有乳化能力，它可以把面糊里面的油跟水混合在一起，所以加完蛋黄之后，整锅面糊最后会呈现很有光泽、很滑顺的状态。啊，是不是巧克力面糊看起来已经很想吃了？今天使用美国 KitchenAid Artisan 5跨的搅拌机来打发蛋白。遇到量比较大的面糊的时候啊，我会使用玻璃钢盆，比较呢不会有死角。装入球状搅拌器，先以低速让蛋白起泡。那 KitchenAid 它设计的行星式搅拌方式，让蛋白的起泡速度非常快。等蛋白完全起泡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可以转4速，一边搅拌一边慢慢加入砂糖，那这样子打出来的蛋白霜就会很稳定。要烤出蓬蓬的、表面不裂的古早味蛋糕，蛋白霜的稳定程度跟它的打发的程度是关键。那蛋白霜呢，要打到比一般戚风蛋糕更湿软一点，大约是7分发。7分发如果比较抽象的话，就是蛋白霜拉起来，它有勾勾，然后勾勾呢比平常稍微大一点点。但要注意的地方是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巧克力口味，它油脂含量蛮高的，容易消泡，所以蛋白霜还是要确实打发，才不会在搅拌的时候消泡，落入我一开始那个怪奇事件大家都有看到分享的陷阱区。
取1/4的蛋白霜加入巧克力面糊中，搅拌均匀到颜色一致。好的，一鼓作气倒回我们的蛋白锅。那今天的分量比较大，所以一开始我们用原本的打蛋头来拌，大致均匀之后呢，最后我们就会换刮刀来拌匀。那这一部分呢，都是一刀未剪哦。这边使用 KitchenAid 的玻璃钢盆，它的优点呢再度显露，因为随时都可以看到哪里没有拌均匀。搅拌完的面糊应该是很浓稠的状态，如果是有点水水的话，表示有消泡的现象。倒入2/3的面糊，取出冰冰的巧克力夹心放在中间，用剩下的面糊覆盖它。因为考虑那个夹心会再稍微沉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大概是2/3的面糊的高度。最后用刮板把表面呢刮平。今天的古早味蛋糕要用水浴法来烤，最近这几周水浴法大连发。练一个深烤盘，倒入约1公分左右的热水，那热水的深度不要太深，因为怕烤箱的温度起不来。烘烤的时间跟温度呢是150度，烤1个小时。用水浴法这种低温的方式烘烤是一个很温和的加热方式，好处是蛋糕烤出来会非常的湿润，也可以避免蛋糕皮爆裂。那我有特别把纸板拿掉，再拍一次给你们看，很疗愈的烤箱缩食。等待蛋糕烤好的期间，这时候平常出门散步的 Bagel 呢，也准备要回来了。他玩饿了、玩累了，就会自己呢回到阳台报到。这时候我们再帮他开门，他就会乖乖回家了。哇，看到这种高度就知道蛋糕呢差不多已经要好了。小心的取出蛋糕，用手轻触表面，如果会回弹，表示好了，不需要再多在烤箱焖哦。那出炉之后，趁热直接来脱模，提着我们刚刚一开始那个烘焙纸，一鼓作气，哗，把蛋糕提出来。然后这时候就是我最喜欢的画面了，看起来就是很舒服、很疗愈的感觉。蛋糕极厚，最厚有9公分哦。那放凉之后呢，这个做法表皮不会皱，不会回缩，然后是零毛孔的细致程度。虽然蛋糕一整颗胖胖的，看起来好可爱，但是切开来才是这个蛋糕最诱人的姿态。那切的时候呢，我推荐用比较锋利的刀子，比锯齿刀来得更好切。你看，狗狗的巧克力夹心是不是在挑动你的神经，诱惑你的味蕾，还有燃烧你跟我的烘焙魂？这个画面实在是太诱人了，光看呢就觉得饿了。蛋糕体呢超级湿润，它含水量高到我连切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到有点水声，那种沙沙的感觉。试吃时间，超级好吃，完全不会太甜，然后巧克力味非常浓郁。这个蛋糕热的冷的我都吃过，我觉得有不一样的风味哦。热的吃可以享受巧克力酱搭配蛋糕的口感，那冰过之后它的巧克力味会更浓郁，然后有点像是在吃布朗尼那种稠稠的口感，
以上就是我自创的古早味巧克力夹心蛋糕，透过一些手法跟创意，把这个从小吃到大原本很单纯的蛋糕呢，变得比较奢华，然后美味层次再提升。希望你喜欢本周的影片，如果你想支持我继续分享的话，按赞加留言是支持我最好的方式。如果可以分享给你更多朋友的话，我会非常感激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